先锋同志，卑职已对所有涉港人员做停职反省处置。此次是卑职监管不力，我已令军情4处昼夜轮值，尽快破译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，望能将功赎罪。但卑职依然怀疑吴次长有通共的嫌疑。卑职听闻，金门大捷酒会上，陈宝仓将军因不满总裁聘请林保元做战略顾问，与尹市长发生冲突，而吴次长公然站在陈宝仓立场。之前，陈宝仓就因资共被审查，虽然因为证据不足而暂时搁置，但卑职肯定他一定与共谍有关。眼下陈将军即将赴台中核查军备，并直接向吴次长汇报，而吴次长也要参与西南作战。抗战时，他们就在第4区共事，若二人联手，恐对党国不利。你呢？尽快找人落实此事吧。是。上次在酒会上，于勋兄为我仗义直言，我一直都想好好感谢感谢。本来呢想去年到府上设宴款待，可是呢那弟妹又没在，我又不会做，所以呢就出来找了一家福州小馆啊，这几个菜都特别的好啊。关键是这会儿那个厨师，据说是你们闽侯人。子珍兄太客气了。那你喜欢吃福州菜吗？哎呀，我不喜欢吃，我喜欢吃那些东西都简单。你像什么驴肉火烧啊，我知道。再说了，我请于勋兄，我总不能去请你吃驴肉火烧啊。为什么不能请我吃驴肉火烧啊？走走走，把这些带走，我们去找驴肉火烧。别，于兄，你听我说，我都打听了，台湾地区养驴的就少，就更别说去找驴肉火烧了。来，坐下。困在这岛上，很多人都跟我一样，想吃点家乡的味道，太难了。但是，这个小馆里我这儿有老白干儿。哦。来，于兄，敬你。是你啊！哎，来一根，刚买的咸粉。平岁啊，有什么好吃的？聊会儿天嘛，在这干后着多无聊啊！我听周董事长说，给你安排了一个核查岛内各部军备的差事。是的，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是因为他让我向于勋兄直接汇报。是个好差事。您觉得这是个好差事？好坏参半吧，办好了皆大欢喜，办不好容易得罪人。您可能是忘了我这几年是干什么的。山东兵站总监，国军后勤那点猫腻啊，我再清楚不过了。徐中剿总一个副司令就要吃800个空额，官大的呢多拿，官少的少拿，吃到士兵嘴里每天每人不到1斤粮食。徐蚌会战之后，5大主力都要饿肚子。您觉得这军备经得起查吗？抗战时期不也如此吗？现在想想，抗战胜利以后，我再没带过兵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想要独善其身，很难。哎，又怎么了？我刚看你那把枪没有击锤啊？这眼睛还挺尖的呀！啊，那可不，我看看呗，平时就好研究这个。
啊。史密斯维森啊。哟，识货呀！哦，您这是把这个击锤给错掉了。嗯，你干嘛？以前在部队啊，有枪套、枪背带，现在穿便衣的时候多了，放裤兜里不方便，拔枪的时候容易刮到裤口。您经常爱拔枪啊？你带着枪睡觉啊？于旭兄，反观共军这边，150多万老百姓推着独轮车千里迢迢的给他们送粮食，当真是云泥之别呀。你再看看我们飞机大炮，啥没有。可是谁能想到，前线的士兵居然会饿肚子，吃不饱饭。怎么就国军抢都抢不来的粮食，老百姓甘愿送给共军？崔仁兄，在福州随署的时候，朱绍良主任送给我一句话：“隔墙有耳，谨言慎行。”你这番话，在我这儿说说可以，到外面不敢说。哎呀，哼，于旭兄，这店里就咱这一桌，有啥不能说的？行，你放心吧。今天你我说的话，不会有人传出去半个字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些话我再跟您不能说，那我就得憋死。我听说嫂夫人和孩子们也过来了。啊，2个小的过来了。那少城和兰城他们兄妹呢？就和你们这么分开了？不分开怎么办呀？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反正我是没想到10月1号那天，连孙夫人、宋庆龄还有张表老、李济深这些名宿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啊。就连张治中将军代表国府去谈判，谈着谈着也留下来了。现如今国军可是节节败退，台湾呢又孤悬海外，能坚持多久，犹未可知。于旭兄，我奉劝你该早做打算。该如何打算？怎么打算，我可替您做不了主。哼，但是你得替孩子想想吧，我是替您不值。你看看张治中将军，不想回来，周恩来先生呢，立马设法把他的家属都接到了北京。你再看看我们这边，保密局3天2头的找您麻烦。儿孙自有儿孙福。比起烧城、兰城，我倒更担心自珍兄你的口快心直。弄不好这在台湾会引火烧身的。你还是分好位边，眼睛里揉得半点沙子。哼，是，除非重新托生一回。但你于勋兄可是有点变了。党国不亡，天理难容，这可是您当年说的话。如今您还敢说吗？不敢。那个跟我一起快意恩仇的吴一勋不见了，反而是多了一个谨言慎行的吴次长。也许是我们太乐观了。自珍兄还是跟当年一样真性情，只可惜我现在没办法跟他开怀畅谈，今天难免扫了他的兴。我倒是觉得吴次长的人品是极其可靠的。
几十年如一日，嫖赌抽一样不沾。但是这一点呀，就极为难得可贵。毕竟你们很多年没见了，他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。陈将军是性情中人，即便没有办法告诉他实情，但是我想他也能体谅老师您的难处吧。等台湾解放以后吧，我要跟他一醉方休。什么事啊？你去吧。是。父亲，西南发来急电，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。他们有多少部队？前线报告说，共军有30余万人。在西南，我军有100万部队，占绝对优势。但在战术上，我们要有灵活的方案，以增加我们的胜算。告诉顾祝同，让他立即拿出一个反击共军的方案。是。老师，请您去开会。老蒋这是着急了，被刘伯承打了个措手不及。怎么打的？往重庆方向？从湘西直插重庆。老蒋着急是因为重庆和成都他都舍不得丢。那2个日本人出的什么主意啊？他们是想让贵州的卢广文兵团从外线出击，天方夜谭。现在没有任何一支国军的部队可以做到，老蒋他自己也知道不可能。这帮日本人也太想当然了。但是国防部还是有明白人，我是担心有人建议在重庆聚集一支大部队，重庆易守难攻，那还真麻烦。所以我想一会儿会上，看有没有机会提议，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，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，只要他采纳，必然会兵分成渝2路，这样解放军就有各路击破的机会。诸位，最近我一直跟随总裁在前线指挥战事。此次来到台湾，是奉总裁之令，统一协调西南战事。如果这次我们拿不出一个必胜的方案来，我是不好飞回重庆据地。诸位请看，目前战场上的态势大家都看到了。共军刘伯承部虽然兵力不多，但是来势凶猛。此前国防部判断，共军进攻西南的主攻方向在川北，但现在看来是我们被动了。如果宋希濂主任再退下去的话，川湘鄂边区随属恐怕就要变成重庆随属喽。诸位，我们究竟如何破局反攻啊？我还希望大家群策群力。王连长，你怎么看啊？重庆夺山，易守难攻，连日军也望而兴叹。如果胡主任能够率其麾下13个军40万人之大部，从川北的汉中转往重庆，依托乌江、武陵山，还有长江天险，构筑3道防线，必可解重庆之围。可是共军前锋已逼近全江，而胡主任大军还远在秦岭汉中一带，只有一部在广元、巴中。此计在1个月前甚是可行，
现在恐怕远水难解近渴呀。那刘次长，你意下如何呀？我认为应该让宋希濂和黔北的罗广文兵团直接放弃川黔东，收缩兵力，合兵一处，死守重庆。等胡主任大军赶到，在中心开花里应外合，必能将刘伯承置于死地。主动放弃这么多阵地，总裁那里恐怕不好交代吧？况且还有李延年弃守平潭岛的前车之鉴，宋希濂、罗广文也未必肯执行这个命令。如果没有取舍，那多好的计划也是没有意义。不要说这种丧气话。吴次长，你有何高见啊？没有高见，只有担心。若胡主任大部和宋希濂兵团全都驰援重庆的话，那黔北必然空虚。刘伯承若借道黔北、川南，绕过重庆，直取成都，岂不糟糕啊？刘伯承用兵诡计多端，吴次长的担心不无道理啊。吴次长站位高，眼界开阔，总是能切中要害。可有破敌之策？胡主任兵力雄厚，又深得总裁信任，应该可以兼顾川渝。只要顶在一线的宋希濂主任能够守住乌江彭水一线，我军即有胜算。老师，总长怎么跟您说的呀？他向我传达了老蒋的意见，有进无退，川渝兼顾，诏令国防部尽快拿出方案。看样子是要分兵啊！果然，重庆、成都都不讲丢。老蒋用兵一向如此，总是高估了国军的战斗力。开打之初想面面俱到，中间又想多占大城市，到最后什么都保不住。辽西会战如此，徐蚌会战亦如此。那您提出的川渝兼顾的设想正中他下怀啊！我之前的方案就是这么准备的，不过需要细化一下。只要胡宗南部分兵，解放军打西南就有胜算。所以今天晚上必须把方案做出来。太好了，今天晚上不睡了。哟，下班了？今天还挺准时。我来吧。你也赶紧回吧。师母，还有点工作没做完。还有什么工作非得今天做呀？总长急需要一个部署方案，等着我做完给他电话。每天晚上最晚9点下班，回家休息。看看几点了？哎呦，还真是的，9点05了。你自己决定吧，于军。好的，师母，不工作了，早点休息。我先不回去了，住老师家。明天早上早点。抓紧回去陪阿美。早点回去陪阿美，明天早点过来。早点过来。行。那师母，我走了啊，早点休息。早点休息。
阿豆，一会儿熬锅白米粥，再多炒几个菜。太太，昨晚那副官和先生一夜没睡，现在就要做这么多吗？醒了？行了，休息的怎么样？很好。没做梦？没有，可能这几天压力有点大，睡得特别香。刘宇勋，嗯，你什么时候学会跟我演戏了？嗯？阿豆已经跟我说了。谁？阿豆。他昨天看见你跟聂西在书房待了一晚上。我们俩的约法三章呢？全忘了？确实有一个很要紧的任务，需要尽快完成。什么要紧的任务？你的命不要紧啊！早，小钱。叶副官早。老师，我来了。你躺着。气死我了！你继续睡觉。你躺下。好。师母来了。哎，昨天休息的怎么样？挺好啊，好久没休息的这么好了，还买了早餐，热的。坐吧。哎。李希，你这样做，阿美没怪过你吗？阿美，怪我什么呀？你每天早上7点准时到这儿，下班之后呢，不是在单位加班，就是在书房加班。10点之前就没回过家，阿美就从来没怪过你。前几天我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，宿舍里都没人。是啊，她在单位加班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那昨天晚上呢？昨晚怎么了？哦，昨晚他没加班。昨晚我不是回去的早吗？反正就是休息休息挺好。你骗你师母可以，不要总是骗阿美。她跟着你不容易，你得好好对她。家和才能万事兴。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真诚。这样，你明天请阿美到家里来吃顿饭，就当我替你的老师当面给阿美道个歉。不用，师母。阿美虽然有一点小情绪，真的没有那么严重，一些家里的小事没有那么重。听你师母的，
明天叫阿美过来，需要给她道歉。昨天晚上我们在书房工作了一晚上，一夜没睡，暴露了。又暴露了，对不起啊，师母。我这一晚上都没睡，量个血压。哎，你还小，你师母最讨厌别人骗她。我们选择这份工作，不管是你对阿梅，还是我对你师母，心里面都应该有愧疚。是啊，快了，老师。等台湾解放了，我们再好好弥补他们嘛。玉轩，哎，来吧。来了。电报的形式发送过去。宁副官，走。老板，4根油条啊。好嘞。阿珏，阿珏，我出去买点洗漱用品啊，你自己去能行吗？行啊，没问题啊。那天张成带我转了一圈，没多大点地方，没问题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哎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你要干嘛呀？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妈妈怎么了？小宝，畅成呀，你赶紧回家一趟，赶紧的。我不让阿珏叫你回来啊，他偏不听，这多麻烦你！快回去上班吧，妈丢不了。没事没事，妈，我陪着你。我昨天在市场上看见一个女的在卖烟，然后被警察追得到处打，这是为什么？妈，那个不是普通警察，是专卖局的税警。现在在台湾，像烟酒糖茶之类的生活必需品，属于政府专营，不许个人私卖的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从日本一投降就开始了，是当时的省主席定的。这个烟酒糖茶的利润啊是最厚的，这左手牵着日本，右手拉着美国的援助不放，这个政府啊真是绝顶聪明。嗨，昌成啊，孩子以后越来越大了，花销也大了，
有没有想过赚点别的外快什么的？我也想了嘛，但我要是真有那个本事，我不就早不在这干了？长城，哎，我就问你，你们这个部门大陆来的人多不多？何止是多呀，几乎全都是本地人，没几个。哦，你看嘛，这五湖四海的人都到台湾来，都想吃一口家乡风味的饭，是不是？那很多人都要辣椒油，我就在想，这倒腾一些本地没有的辣椒面儿啊、花椒面儿什么的，它销路应该会好吧？而且就算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，那它是干货，也好储存呢，是不是？妈，我早就听说您做生意厉害，您再具体说说。你看啊，哎，这么热闹的市场，有辣椒，但是没有辣椒面儿，只要简单的加工一下，这生意经不就来了吗？要不趁着今天，咱们俩考察一下，你去寻寻辣椒的价，我呢去找一个加工的地方，咱俩说干就干，分头行动，怎么样？今天啊，啊，我这衣服也不方便啊。想赚钱就要想办法，赢了算你的，输了算我的。行，妈。哎，太太，哦，本店今天盘点不卖东西，您去别家看一看吧。我是老家来的，哦，我找一下老郑。哦，里面请。我们老板啊正在后面码货呢。哎，你先在等一等。好。请坐。好，谢谢。我去给您倒点水来。好。太太从哪里来啊？香港，来台北做什么？老家派我来上货。家里药行生意怎么样？药材生意不好做，现在改卖茶叶了。是王经理派你来的吗？不是，是万老板，万景光先生让我来的。怎么可以证明？我有万老板的亲笔信。麻烦你把信从门缝里递出来。万老板有交代，必须让我亲自交给老郑。老郑同志，我见过你的照片，我叫朱峰。心谈。太草率了，信不能随身带。台湾形势严峻，要谨慎一点。哦，好，理解理解。不紧张了，好了。朱峰同志哈，叫我陈太太。你好，老郑同志。哦，陈太太，自从电台收到万老板的消息，我们第一时间在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。我几乎天天守在店里，可把你盼来了。这段时间呢，
特务活动非常猖獗了，大家警惕性就非常高，有吓到你哈？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专门派交通员过来，东海情报小组级别不低了，和他们接上头没？上级有要求，先要建立交通线，然后才可以找他们。啊，是，按程序就是这样了。电台带来了没？入台检查太严了，连根天线都带不进来，所以建立交通线这边就要麻烦台工委了。刚刚开会就是这么决定的。哦，开辟交通线，作为华东局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。麻烦同志们了。陈太太第一次来台湾啊？第一次。台湾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啊，你人生地不熟，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们。好。不过进门前一定要看好，门口黑板写上口感纯正呢，就是可以接头了。哦，口字改成回字，那就危险了，不能接头，记得啊。好，我记住了。刚才什么情况？虚惊一场了。接替张浩同志的交通员，他来接头了。他带来什么情报？没有了。张浩同志啊，他所属的东海情报小组，对组织上来讲非常重要。张浩同志牺牲了，电台没有了。那么多情报要送出去啊，所以你要重建交通线，把这个情报从台北送到香港去。你需要多长时间吗？1周，你给我1周时间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我代表组织上谢谢你啊，老子，相信我。阿菊啊，昌城没有回来吗？你俩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一起去的吗？哦，回来了。妈呀，妈，您这是跑哪儿去了？我找了您半天，可把我急坏了。哎呀，昌城啊，我刚才感觉啊，我应该是走错了一个岔口，我感觉怎么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啊！后来我干脆找了一辆黄包车就回来了。啊，哎，那您找到磨辣椒面的地方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我找了一个中药铺，那个老板人很不错，我跟他说啊，让他替我们加工，完了以后呢，卖掉1包就可以抽1包的成，他很爽快的答应了。哦，对，刚才我写了一个地址，我觉得呀，离我们这儿应该不算很远，你看看是不是？啊，这家，但在这中药铺门口卖辣椒面儿，这能行吗？只要老板同意，有什么不行的？而且我觉得那家店啊，它前面是车水马龙的，人非常多，我觉得有生意可做。那我试试。试试啊！哎。